CarPlay Ultra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它只有在特定的机型跟特定的车种才适用，你必须车种是基本上你想得到的，像是导航、音乐、通话、车况资讯，全部都可以同步显示。重点是还可以自定显示内容。那甚至你车子原车的温度调整，竟然整合在 Apple CarPlay 的界面上面。那包含了座椅加热、通风座椅、驾驶模式、仪表上面，你也可以去调整你的界面。比如说你今天要放天气，你今天要放导航，你今天要放什么样的资讯，都可以全部自定。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玩哦。你如果喜欢边开车边唱歌，你看哦，现在是没有声音的哦，没有人声，有一个麦克风图案，你调高它就有声音了，有没有？麦克风调低，有没有？就变成纯伴奏了，在这里。就是有一些 icon 跟按钮上的界面变得不太一样，原本是没有这样两个 bar 的，它原本就是一个白色底，那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啦。这一点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心。他说可以透过 iPhone 的麦克风来使用语音指令来控制你的 CarPlay。那我们来试讲一次哦，前往主画面，噔噔，nice。好像这个是新的，我原本还期待会有那个彩虹的桌布，就如同这次发表更新在 Apple Watch 以及 iPhone 的桌布一样，会有一个彩虹图案。你还在用交车送的脚踏垫吗？不如来试试大多车友都在使用的 3D 卡固立体脚踏垫。不仅市面上大多车型皆有开发，还结合雷射扫描技术，服贴完整，搭配3D 高边无死角设计以及防水槽钩身，不怕饮料打翻，侧漏爱车地毯。独家3层技术，防护、吸震、止滑，底部更搭载神爪设计，安全不位移。此外，即洗即用，顺手又方便。输入脖子专属优惠码，享独家折扣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去年10月多的时候，脖子有拍了一个影片，介绍关于 iOS 18在 Apple CarPlay 上的应用。没想到时隔了半年啊，现在有了更新了。如果你今天也是 iPhone 的重度使用者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次的 iOS 18.5。今天会帮大家整理 iOS 18.5的8大重点。好啦，没有错。那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每次 iOS 只要一更新，来看看它整个界面有没有什么改变。在我们的福特 Sync 4啊，它可以去做放大以及缩小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设定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最期待的背景图片，这次有什么改变？好像没什么太大改变。谁看哦？好像这个是新的，我原本还期待会有那个彩虹的桌布，就如同这次发表更新在 Apple Watch 以及 iPhone 的桌布一样，会有一个彩虹图案。没想到，看来还是差不多的老样子。接着第二个重点，那就是 Apple CarPlay 竟然可以支援3列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不过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在我们福特这台 Sync 4上面还没办法支援3列，但是如果今天在 Mercedes-Benz 的 S Class， 它就可以支援3列的模式，看到更多的 App 显示在上面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碍于不同车机的关系。再来第3个重点，也就是这一次 iOS 18.5所主打的 CarPlay Ultra 好像听到 Ultra 这个字就好像变很厉害一样，升级一样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它只有在特定的机型跟特定的车种才适用。首先我们先讲机型，你要在 iPhone 12以上，并且更新到最新的 iOS 18.5才适用，并且你必须车种是 Aston Martin 没错，我们体验不到。我们开福特的啊，开 Toyota 的啊，开 Lexus 的啊，甚至你开 BMW 也体验不到。在美国跟加拿大才是一个首波开放的对象，那后续还有保时捷。那至于其他车厂呢，就大家静静的等待吧。不过我还是得好好跟大家介绍 CarPlay Ultra 到底特别在哪里。它是 Apple 将智慧手机与车载系统融合的完美范例啊。CarPlay Ultra 是 Apple 在2025年所推出的次世代车载系统，它不再只是中控萤幕的完美延伸，而是完美整合全车的多面显示器啊，把整个功能都融合为一体了。基本上你想得到的，像
像是导航、音乐、通话、车况资讯，全部都可以同步显示。重点是还可以自定显示内容。那甚至你车子原车的温度调整，竟然整合在 Apple CarPlay 的界面上面。那包含了座椅加热、通风座椅、驾驶模式，越讲越那个，竟然所有功能都可以完美整合了。仪表上面，你也可以去调整你的界面，比如说你今天要放天气，你今天要放导航，你今天要放什么样的资讯，都可以全部自定义。好，那在第4个重点，也就是辅助使用。那在你的设定里面有一个辅助使用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颜色滤镜，然后你打开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不同的选择。会依照你假设是有颜色上面、变读上面的困难，那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滤镜去调整。另外，它还可以去调对于色调的对比强中低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加分的。第2个，它可以出体文字。如果你今天在辨识上会比较有点困难，或是你在近视上有点看不清楚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出体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出体，这是一般字体所以发现其实你看真的有差。其实我觉得出体好像也蛮好看。好，那在第5个重点，我想要分开来讲，也就是一样，在我们的辅助使用，然后最下面有个身体动作叫语音控制，这一点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心。他说可以透过 iPhone 的麦克风来使用语音指令来控制你的 CarPlay。那我们来试讲一次前往主画面，噔噔，Nice。这一点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啦。那包含你要什么向左向右，打开什么 APP， 点一下什么按钮，你就是透过语音控制。那这概念是什么？这概念就是，比如说你今天在开车，那这时候你就用语音控制。好，那第6个重点就是即时比分。比如说我来问他一下你这样问赛事问题嘛？来，湖人队比分。湖人以1-4输了对灰狼的联盟8强赛。他们上一场在2025年5月1日的比赛以96-103落败，比上一次还要再完整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他，今天有什么 NBA 赛事？尼克将于明天8点整在联盟总决赛第6战中迎战溜马。溜马在这场系列赛中处于领先，比数为3-2。今天新北市永和区的天气，永和区今天会是局部多云，白天温度在31度左右，入夜低温是21。内湖区下礼拜2天气。内湖区星期2看起来会下雨，白天温度在30。在第7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一样，我自己是很喜欢边开车边听音乐，但是又非常讲究音质的部分。那想必大家如果听音乐，在车上听音乐，一定不外乎是使用像是 Spotify、像是 KKBOX， 又或者是 Apple Music。它这次在音质上做了一些提升，也就是整合了杜比音效，在你的 Apple Music 就这个音乐，然后找特定的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我放了音乐之后在你的手机这里，它会显示一个音质的部分，你可以去调整，保证压缩，点一下音讯品质设定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显示了。你可以去设定你是要保真压缩还是什么压缩。那我是直接选最高音质的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也就是 Spotify 跟 KKBOX 不会做到这么的细腻。我自己这样听下来，我觉得 Apple Music 的音质是确实真的还不错的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好玩哦。你如果喜欢边开车边唱歌，你看现在是没有声音的没有人声，有没有纯音乐？那怎么做到的呢？在你的随便一首歌，你选随便一首歌，点进去之后，它这里有一个有一个麦克风图案，你调高，它就有声音了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呢，我今天把这个麦克风调低，有没有？就变成纯伴奏了，那你就可以边开车边唱歌了。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赞。那目前我用 Spotify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啦，所以其实你可以边开车边唱歌，然后你只要调整为像这样的 KTV 模式，它就是纯伴奏，没有人声，直接帮你去除掉。好，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加分。那当然，在一个延伸功能，其实上次影片中有提到，也就是共享。你只要你的副驾开启这个 QR code， 它就可以一起去调整你们想要听的音乐。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你边开车你会分心，还要在那边设定什么我的播放清单都不用，直接交给副驾来处理就好了。Apple Music 我觉得整体在应用上跟系统上都很完整啊。
好，那在第8个重点，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啦，那变化不大，也就是 Google Map 跟 Apple Map 的界面稍微有一点点 UI 设计上的改变。Google Map 我想应该是大多车友都有在用。那 Google Map 它本身有一个界面是很有趣哦，你看哦，当我随便设定近期搜寻，好，庙口鸭香饭，有没有在这里？就是有一些 icon 跟按钮上的界面变得不太一样，原本是没有这样2个 bar 的，它原本就是一个白色底，那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啦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还是一样，没办法直接像以前一样用滑的，你还是得透过这样子，然后再点加加减减。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太方便啦，就是因为你有时候开车，你想要直接看现在这附近是长什么样子的地形，但是你还要先按这个按钮，再按加加减减，那你要看右边，你还要这样一直按。所以其实会有点分心啦，有点影响到你开车的时候想要调整地图。那如果我们点到 Apple Map 我觉得是大致都差不多。好，那 Apple Map 好处就是这样，你看可以这样滑。那它一样没办法这样子哦，一样没办法这样。那它怎么样？它是这样1、2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手滑，所以可能要调整1、2，有没有？不过认真要说，我觉得 Apple Map 跟 Google Map 差异就是 Apple Map 它会显示时速在这边。并且你要通报，比如说有时候在塞车的时候，发现是事故，点一下这个，你就可以按车祸、不安全或是测速哦，也可以互相提醒哦，这里有测速。但 Google Map 它就界面上没有来的那么方便一点啦哦，所以整体来说 Apple Map 我觉得会好用一点点啦，但是如果论精确度， Google Map 又略胜一筹。Apple CarPlay 在无线连接上，其实如果你原本有更新到 iOS 18的话，你会发现常常会断线，就用一用突然断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或是不好连。你刚刚发车的时候发现不好连。那更新到 iOS 18.5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些微的改善了。就是至少目前更新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发生。好，那以上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 iOS 18.5的介绍。CarPlay Ultra 很可惜啦，没办法体验到，因为目前也只有在美国跟加拿大的 Aston Martin 特定车款才适用。那还蛮期待未来可以整合到各大品牌啦。那我想这一点未来也可能是大家买车的其中一个评估点哦。所以还蛮期待的，好不好？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还有什么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下部片见，拜拜。